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北约军官为何在一场演习后绝望地说：“我们完蛋了。”1年前，美国副总统的演讲把欧洲人听哭了。今年，美国国务卿说着同样的话，却为何迎来全场起立鼓掌？一个崭新的欧美关系是否自此确立？2025年5月，在波罗的海东岸爱沙尼亚，一场代号为“刺猬2025”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正在进行，这是北约史上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超过16000名士兵，来自12个北约国家，包括英国的第4轻旅、爱沙尼亚师，还有美国的装甲部队。他们在爱沙尼亚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展开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测试北约在高强度冲突中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但在这次演习中有一个特殊的设计，就是北约军队的假想敌人不是传统的俄罗斯地面部队，而是大约100名无人机操作员，其中包括刚从乌克兰前线轮换下来的有实战经验的乌克兰士兵。另外，这些乌克兰军人还带了一套叫做 Delta 的 AI 战场管理系统，是乌克兰在实战中打磨出来的一套信息一体化系统。演习开始后，北约的一个战斗群，包括一个英国旅和一个爱沙尼亚师，开始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他们按照北约标准的机动作战理论推进，装甲车辆编队前进，步兵跟随，指挥部在后方协调。但很快灾难就发生了。军演中假想的敌方在不到4平方英里的区域部署了30多架无人机，结果是没有使用任何伪装的大大咧咧往前推进的北约部队，在不到1天的时间就几乎被无人机全部摧毁。其中假想敌方的一个核心小组只有大约10名来自乌克兰战场的无人机操作员，他们居然在半天之内对北约部队发动了30次打击，模拟摧毁了17辆北约装甲车，让北约2个营的部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演习中扮演对抗方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后来说，北约部队根本没有藏身之处，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这些北约机械化部队，并用攻击无人机快速把他们大批歼灭。而演习中北约这边的军人的反馈是，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启动我们自己的无人机部队，战斗就结束了，整个过程如地狱般可怕。一位参与观察这次军演的北约指挥官用一句话总结了这次军演对北约的震撼：我们完蛋了。我这里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这是2026年2月《华尔街日报》首次披露的北约去年真实举行的一次演习的真实场景。要进一步理解这次演习结果对北约的震撼，我们还需要了解几个关键事实。首先，演习中4平方英里部署30个无人机的密度，实际上只有当前乌克兰前线无人机真实密度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这是真实战场，北约部队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其次，这不是军事技术装备的问题，北约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战机、火炮，问题是出在战术思想上。北约的作战理念很大程度还是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机动作战模式，装甲部队快速突破，空中力量提供支援，步兵巩固阵地。这套理论的前提是战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战争迷雾，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敌人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侦察、情报、隐蔽，这些都是北约对自己战术优势自信的来源。但不幸的是，无人机改变了这一切。天空中有几十架、上百架无人机在盘旋，配备热成像、夜视、实时数据传输，战场就会变得彻底透明。任何移动的东西，包括坦克、卡车，甚至单个士兵，都会被立刻发现。而一旦被发现，攻击型无人机就可以在几分钟内赶到，发动精准打击。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战场信息共享机制上。北约在军事行动中强调信息安全，敏感情报只在特定层级之间传递。
这在防止泄密方面有优势，但在快节奏的无人机主导的战争中，这就是致命的。而乌克兰在实战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模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实战中研发的 Delta 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 AI 支持的实时战场数据分析和共享平台。前线的侦察无人机发现目标，数据立刻上传到系统，利用 AI 技术分析后，自动分配给最近的攻击单元，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十秒。这就是俄乌战争中经常提到的杀伤链，看到、分享、攻击，一气呵成。演习中10名乌克兰操作员能够在半天内就发动30次攻击，不是因为他们有30架无人机同时在天上运作，而是因为他们的信息流转速度快到可以让少量无人机发挥出数倍的效能。这次演习的关键推动者之一是爱沙尼亚前军事情报中心指挥官 Stan Raymond， 就是他特意把参加过实战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人员请到演习中，让北约军人真正感受到这种现代战争的差距。他认为仅仅观看网上的视频或者是阅读关于乌克兰战况的报告根本学不到实质的东西，你必须亲身体验才能理解这种新战争形态的冲击。演习的结果的确对北约军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问题是震撼之后又能干什么呢？爱沙尼亚军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重写了爱沙尼亚军队的训练大纲，修改了军事理论，增加了国防开支，还和本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建立了更深的合作关系，专门研发无人机和其他军事创新技术。但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Delta 系统是由乌克兰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开发的，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叫 Maria Lamberg， 他对此说得很直白。太多北约成员国继续表现出对现代战场的极度误解，他们还在基于老旧的战争理论和战术手册训练士兵。曾经指挥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前美国4星上将 David Petraeus 针对这个问题也明确地说，教训不是在被识别的时候就能学到的，只有当你制定新概念，编写新理论，改变组织结构，彻底改革训练，完善教学课程，制定新的装备需求，以推动新的武器采购，甚至改变人事政策、招募和设施时，只有你真正开始做到这些实际事情时，那才算你真正学到了教训。认识到问题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改变需要系统性的从上到下的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时间、资源，更需要决心。北约是否真的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这将是一个关乎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核心问题。但是就北约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迟缓实施的余地了。因为和这场军演展现的现代战争的现实相比，乌克兰战场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更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谷歌前 CEO 叫斯密特，他现在是一位国防科技的投资人。2026年2月，他专门访问了乌克兰。随后，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在乌克兰的见闻。他说，他访问期间，乌克兰正经历5年来最严酷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4摄氏度，乌克兰士兵在前线阵地一待就是40多天，没有暖气，但是又一动也不敢动，因为任何在战场上移动的东西，无论是士兵还是车辆，都会立刻被敌方发现并摧毁。这就是无人机覆盖带来的现代战场的透明化。俄罗斯在2025年一年新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不到乌克兰总领土的1%，不是因为俄军不想推进，是因为推进的代价太高了。斯密特说，在俄罗斯进攻部队中，每3个士兵中就会有1个很快被无人机杀死，因此俄罗斯不得不用小规模渗透的方式向前推进。他们徒步或者骑着摩托车穿过森林，时刻面对乌克兰用无人机对他们进行工业化屠杀，整个过程缓慢而且血腥。
但这又是俄罗斯唯一能在战场上推进的方式。2026年1月，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执行了14.677次作战任务，相当于每分钟要执行3次以上的攻击任务。整个1月份被确认击杀的俄罗斯士兵高达30618人。与此同时，俄罗斯全国在1月份招募的新兵也就是22000人，也就是俄罗斯当月的新兵补充还不足以弥补当月损失的人数。但是就这，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还表示，他不很满意这个战果，因为乌克兰的战斗目标是每月击杀5万俄军。那么这种工业化的屠杀效率是怎么实现的呢？主要就是靠无人机战争的3个技术层次。第一层是侦察和打击的融合。传统战争中，侦察和打击是分离的，侦察兵发现目标，上报给炮兵或空军，然后由他们执行打击。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小时，但在无人机战争中，同一架无人机可以既侦察又打击，或者是侦察无人机和攻击无人机通过 Delta 这样的系统实时连接，从发现到打击只需要几分钟。第二层是抗干扰与远程控制。早期的无人机依靠无线电信号控制，容易被干扰。但过去4年的战争让战争双方的无人机技术都在快速更新迭代。俄罗斯的精锐无人机部队就首先开发出了光纤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用一根极细的光纤连接操作员和飞行器，信号通过光纤传输，完全不受电子干扰的影响。它可以在森林中，在恶劣天气中精确打击藏在战壕或隧道里的乌克兰士兵。俄罗斯还在开发喷气动力版的改进型的伊朗沙希德无人机。喷气动力意味着更快的速度，更难被拦截。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将沙希德的使用量提升到每天1000架以上，用来持续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摧毁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那么第3层就是自动化与 AI 瞄准。史密特在文章中描述了乌克兰一个正在建设的无人机系统，数量众多的无人机组成网络，它们集合情报、监视、侦察为一体，并结合雷达网络，用 AI 系统来整合、分析所有这些数据。这不是单纯的无人机，这是一个智能化的战场感知网络。而且乌克兰2026年的计划是把无人机操作人员转移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通过卫星通讯和数据链远程操控。因为无人机操作员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最宝贵的人力资源，训练一个熟手需要很长的时间。斯密特在文章中预测未来战争时说，未来战争将由无人武器定义，无法干扰的卫星通讯和精准的 GPS 瞄准相结合，这将成为关键。这意味着未来唯一合理的主体作战方式是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战争。在未来的战场上，首先是空中编队出击，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无人机，他们携带空对空导弹出发，他们可以在战斗中击落敌方的无人机，就像战斗机空战一样，只不过是更便宜，而且参与的数量更庞大。他们既是一个独立的武器系统，又能实时共享数据。赢得空中优势的一方随后会发动第2波进攻，这波进攻主要是靠派出地面和海上的无人车辆。这些东西移动缓慢，但可以携带更重的载荷，包括炸药、补给、武器。他们会吸引敌方的初始火力，扩大攻击区域。人类士兵只是在这2波进攻浪潮之后才会跟进，形成第3波进攻。斯密特还提出了一个未来无人机墙的概念。他预测这次俄乌战争停火后，可能不会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停火线，而是用一大批无处不在的自动化无人机组成一个数英里高、数英里宽的无人机墙，用这个无人机墙来监控边界，同时双方可能会在边界2侧部署数千枚弹道和巡航导弹，维持一种高度武装的僵持格局。
斯密特在文章结尾特意发出了警告，西方领导人应该意识到，西方还没有为这种新的战争时代做好准备。目前在乌克兰战场展现出来的以无处不在的自主攻击性武器为基础的战争，将迅速耗尽当前西方国家储备的无人机和弹药。然而，西方目前并不具备在战时快速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当然，无人机只是现代战争新格局的一个载体，而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无人机要在现代战争真的成功，还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信息通讯和分析决策能力作为支撑。就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乌克兰的 Delta 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乌克兰战争中的真实故事来进一步阐明。波克罗夫斯克是目前俄乌战争的战略要地，在过去2年，攻占这座城市一直是俄军的优先战略目标，因此乌克兰通往这座城市的补给道路就成为俄罗斯的重点打击对象。俄罗斯通常使用一种叫闪电的廉价固定翼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以携带22磅的炸药，也可以搭载2到3架更小的爆炸式无人机，来延长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但是真正让闪电无人机致命的，却是俄军在这类无人机顶部安装的美国星链卫星互联网的终端。这种无人机的成本约$650，而星链终端在俄罗斯黑市的价格大约是$400。就是这样一个成本只有$1000的组合，却被俄军用来摧毁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乌克兰补给卡车。星链提供的是实时、高带宽、抗干扰的通讯能力，它成为闪电成功的关键。一位乌克兰运输兵回忆他今年1月底在波克罗夫斯克补给公路上的经历。他说，当时他必须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狂奔，用速度来减少被无人机攻击到的概率。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被炸毁的和正在燃烧中的乌克兰补给卡车。通常每2天就至少有6辆卡车在这条路上被摧毁。俄罗斯的闪电无人机让这条公路变成了乌克兰的一个恐怖通道。看了我上期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2026年2月初，这个情况突然彻底改变了，因为星链的老板马斯克看到俄军攻击乌克兰平民火车后，启动了一个新技术。这个新技术成功终止了俄军在乌克兰境内使用那些星链终端的能力，而乌克兰这边的星链终端可以通过在乌克兰政府主管的网站注册白名单，还可以继续使用。马斯克这个行动效果立竿见影。乌克兰士兵说，当星链关闭时，前线顿时就寂静下来了。不仅仅是无人机攻击数量减少了，依赖星链进行通讯、精确控制突击的俄罗斯指挥部和无人机小组全都变成瞎子了。而在俄罗斯这边，这个情况把他们真的快逼疯了。俄罗斯尝试了各种星链的替代技术，都不好用。现在俄罗斯什么怪招都开始上了。最近他们在网上试图联系乌克兰境内那些愿意和他们合作的乌克兰人，用加密货币来贿赂这些乌克兰人，让他们帮忙从乌克兰内部通过乌克兰的网站把俄罗斯这边的星链终端加到那些终端白名单里，让俄罗斯这边的终端能再次工作。乌克兰这边看到俄罗斯这个伎俩后，就将计就计，让一些乌克兰人假装贪财的样子，向俄军表示他们愿意配合，帮助俄罗斯激活他们的星链终端。但实际上，他们是一边收取俄军付给他们的加密货币的报酬，一边却把他们收集到的2000多个俄罗斯终端的机密信息转交给了乌克兰政府。于是这些星链终端的设备信息被直接列入了星链的永久黑名单。乌克兰这边既获取了俄罗斯的设备机密，又给自己筹集了一笔额外的资金。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不是俄罗斯人傻，是他们太绝望了。如我前面说的，现代战争对于通讯信息的依赖，随着无人机的大量使用，
已经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要的程度。这一切都要求北约各国，特别是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彻底重塑他们的军事设备和根本战争理念。说起重塑理念这个话题，我们下面抓紧时间来谈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14日在德国慕尼黑的最新讲话。这个讲话是如何再次定义和重塑欧美关系和世界新格局的？这个演讲非常重要，我的杰森新闻快递频道在第一时间就跟进做了口译。慕尼黑安全会议通常被称为是欧洲政坛的奥斯卡红毯，每年2月，全球政要和军界大佬齐聚慕尼黑，讨论世界怎么了。2025年和2026年，美国特意派出2位川普系的大将上台发言，结果是2025年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席讲话，把欧洲人给讲懵了，把个别人还给讲哭了。1年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讲话却赢得了全场欧洲人的起立鼓掌。但戏剧性的是，他俩传递的信息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把这2场演讲放在一起看，他们缺一不可，他们共同实现了一次重构欧美关系的完美计划。我们先来看看卢比奥到底说了什么，让欧洲人如此感动。他的演讲从头到尾充满了温情，开篇就说我们属于同一个西方文明，美国是欧洲之子。他甚至说起了自己的家族故事，说他的祖先来自意大利的皮埃蒙特、西班牙的塞维利亚。250年前，他们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后代会作为那个新生国家的首席外交官回到欧洲大陆发言。这种叙事非常动人，他在提醒欧洲人，美国和欧洲之间不仅仅是军事同盟、经济伙伴，更是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精神相依的一家人。卢比奥接着说，我们要一起为西方文明感到骄傲。他列举了欧洲给世界带来的伟大遗产，从莫扎特到莎士比亚，从米开朗基罗到滚石乐队，从法治精神到科学革命。他说，这些不应该是让欧洲人感到羞耻和罪恶的历史包袱，而是值得骄傲的文明成就。这番话对于欧洲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剂他们急需的自豪感强心剂，是一种久违的心理解放。但卢比奥的温情叙事背后却藏着一张长长的对欧洲的要求清单。他说，我们要一起重新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夺回供应链的主权，不能再把关键产业交给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控制边境，大规模移民正在威胁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延续性。我们要放弃那些让老百姓贫困的愚蠢的能源政策，不能再被那些气候崇拜者道德绑架。我们要改革国际机构，因为联合国在众多国际危机中一无是处。最后还是靠美国和川普的领导力，靠美国的 B-2 轰炸机，靠美国的特种部队，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你仔细品品这些要求，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欧洲全面否定过去他们30年的政策方向。这些要求其实是非常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但奇怪的是，在场的欧洲人听完后似乎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会议主持人在卢比奥讲完后立刻说，我不确定你是否听到了大厅里如释重负的叹息声。你的讲话是传递了一个伙伴关系的信息，这让人赞赏。欧洲人为什么对卢比奥如此颠覆性的要求清单会这样轻松的就从感情上接受了呢？答案藏在1年前副总统万斯在同样这个会议上的那场演讲里。2025年2月，同样是慕尼黑安全会议，副总统万斯走上讲台，他没有讲我们是一家人，他讲的是你们背叛了民主。万斯用的是欧洲人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标准，反过来审判欧洲精英。他说，在冷战中，哪一方审查意见者、关闭教堂、取消选举？是苏联。那他们是好人吗？当然不是。感谢上帝，他们输掉了冷战。但万斯话锋一转，
那今天的欧洲呢？罗马尼亚的选举结果被欧盟取消，理由是有外国社交媒体广告干预。万斯冷冷地说，如果你们的民主能被几十万美元的广告摧毁，那它一开始就不够强大。万斯接着列举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案例，其中包括大量英国人和德国人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因言获罪的案例。同时，欧盟的官员因为个别社交媒体的帖子而威胁要关闭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等等。万斯把这一切摆在台面上后，问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取消选举、审查言论、迫害在家祷告的人，你们和当年的苏联有什么区别？万斯在他的演讲中反复强调，如果欧洲害怕自己的人民，美国帮不了你们，你们不能通过审查对手或把他们关进监狱来赢得民主选举。万斯当年那场演讲是川普政府重回白宫后1个多月发表的。那个演讲的杀伤力不在于批评欧洲防务支出不足，那是美国和川普的老生常谈。它的杀伤力在于它彻底打碎了欧洲精英长期以来的道德优越感。过去几十年，欧洲精英一直觉得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甚至有时候感觉美国都有一些粗鲁和不够文明。但万斯用欧洲自己的标准告诉他们，不，你们才是那个背叛民主价值的一方。万斯的演讲还在欧洲精英心中种下了一颗恐惧的种子。美国是不是真的要抛弃我们了？过去1年，这种焦虑一直在发酵。欧洲习惯了依附美国的舒适感，习惯了躺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谈论人权和气候变化，习惯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道德裁判，而把脏活累活交给美国。但万斯的演讲让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美国真的不管我们了，怎么办？正是这种心理背景下，卢比奥2026年的演讲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没有万斯2025年的当头棒喝，欧洲如果没有这1年的焦虑期，如果欧洲人还在用过去几十年的舒适心态来听卢比奥的演讲，他们绝不会有对美国这个大靠山失而复得的感激和激动。卢比奥提出的那些要求，重新工业化、控制边境、放弃绿色能源、改革国际机构等等，如果放在1年前听，欧洲人会觉得这是傲慢的美国单边主义，是对欧洲主权的侵犯。但经过万斯去年的恐吓式告白，现在同样的要求，欧洲听起来却像是美国的保证和提出的欧美关系新出路。此刻，欧洲精英的心态是，至少美国认可我们是一家人，至少美国说和我们一起复兴西方文明，在这个前提下，其他要求都好谈。这就是谈判的根本艺术，从颠覆和重置对方的期望基线开始。会议主持人那句如释重负的叹息，恰恰体现出欧洲精英似乎已经完全落入了这种心理框架。他们现在关心的不再是美国的要求是否过分，而是美国还把我们当盟友，就让他们很满意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这根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为期2年的心理战。2025年2月，万斯打碎了欧洲精英的道德优越感和舒适依赖。2025年全年，川普政府让欧洲精英在被抛弃的焦虑中煎熬。2026年2月，卢比奥提出了一个看似温和但实则强硬的欧美关系新出路，这是经典的坏警察好警察组合拳，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欧洲精英全场起立为卢比奥的演讲叫好。这场博弈的背后是真实信息对虚假叙事的碾压。万斯把欧洲精英不愿面对的真相全都摆在台面上，而欧洲精英多年来一直都试图用全球化、多元化和环境问题的叙事来回避讨论这些问题。在万斯演讲的铺垫下，卢比奥这次选择用文明叙事重新定义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础，不再是美国保护欧洲，而是我们一起捍卫西方文明，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改变。
从卢比奥演讲后全场爆发的掌声中，我看到了欧洲的希望。我也希望还没有看过这场演讲的朋友去看我杰森新闻快递频道里的那期节目，赶快听听这场实力打底而又感人至深的历史性的演讲。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